在這一支影片裡面呢，我們會利用已經知道的 Obsidian 的基本操作的一些技術呢，來實際的做一次建立筆記的一個演練。那在實際演練之前呢，我們建議各位呢，先來安裝兩個Google Chrome 瀏覽器的兩個擴充。有了這兩個擴充以後呢，對於我們在做一些研究、收集資料上面呢，能夠可以更快速的來節省我們一些輸入的時間。那第一個介紹的擴充呢，它叫做 TabCopy 啊。那第二個呢，叫做ROM Highlighter。這兩個擴充呢，都可以很有效的幫我們節省很多收集資料的一個時間。這兩個擴充的連結呢，我會放在說明欄裡面。那請各位自行安裝。安裝完以後呢，在這個右上角就會出現了TabCopy 跟這個ROM Highlighter 的兩個圖示。有了這兩個圖示以後，就可以很快的來新增我們需要的一些內容了。TabCopy 它的用處它就是可以把我們目前瀏覽中的網頁，把它的標題跟它的網址呢複製到系統剪貼簿裡面。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少掉自己手動按 Ctrl+C、Ctrl+V 的這一些按鍵的時間那 TabCopy 它有兩種模式一種是 Simple Mode 就是簡單的模式，另外一種是 Fancy Mode 就是功能比較多的一個模式。那我們通常會在 Simple Mode 這邊呢，我們往下選它需要選擇一個產生的一個格式通常我們在 Simple Mode 我們會需要把它变成是 Markdown 的格式所以在這邊就可以從它提供的這麼多的格式裡面呢，去選擇 Markdown。那另外呢，或者是我們在這個 Fancy Mode 裡面它 Fancy Mode 呢，它有3種格式可以讓我們選擇所以下面會有這個第一個、第二個跟第3個模式。那我們可以去找一個比如說我們要把這個第二個改成我們這個 Obsidian 裡面使用的格式我們的內部連結的格式，也就是我們會需要2個中括號這樣子的一個格式那就可以把這個內容大概寫成這個樣子就是用減號開頭，就是它會變成是一個list 的格式然後這個中括號 title 呢是標題，那中括號 URL 呢是網址然後因為我們要使用這個內部連結是需要2個中括號的所以我們在最外面都又再加了2個中括號前後都各加2個中括號。那這樣子它就可以形成是這邊看到會是3個中括號，然後 title， 然後在右邊的三個中括號，但是它就會形成是2個中括號這樣子。好，那這個就是 TabCopy 大概簡單的做了這樣的設定。那它形成的結果會大概是這個樣子我們找一個網頁來試一下假如說我要把這個網頁它的這個網址跟它的標題複製起來，那以前我們可能要自己手動做很多事情了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在這邊點一下。好，那我们就可以來選擇，我現在這個是使用 Fancy Mode 然後我們要使用這個內部連結的這個格式，我選了這個 Internal Link 以後呢，再來選擇我是要所有目前開啟中的這些分頁通通都要複製，還是使用中的這一個那通常會是用這一個的好，我們就點擊一下，然後我們再到一個文字編輯器裡面然後按 Ctrl+V 把系統剪貼簿裡的內容給輸出出來。好，那這個就是它剛剛我們使用的 TabCopy 它幫我們複製出來的內容就是它會我們的標題在這個地方它會形成是內部連結，同時後面呢也產生了另外一個 Markdown 格式那這個是 TabCopy 我們使用的內部連結產生出來的樣子。好，我們的擴充已經安裝好了那我們就開始來實際做一下子建立筆記的一些演練好，第一個假設我們這個筆記呢是要收集有關於 Zettelkasten 這個筆記系統的相關的內容，因此我們會先到我們的 Google 裡面來做 Zettelkasten 的一個搜尋。那找到出來以後呢，你會發現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內容。但因為一開始我們對這個主題不是那麼熟悉，
因此會希望說可能還是一開始先研讀一下中文的內容，因此我們就點擊這個工具，先把語言切換成是只搜尋所有中文的網頁，然後出現了這個中文網頁以後，我們就隨便打開一篇文章，然後來看看這個裡面的內容呢，是不是有我們需要的內容。好，那當然我們就開始瀏覽。那假如說我看到了這一段文字，好，這個是我們需要摘錄到我的筆記的內容的話，我們就點擊一下這個 ROM Highlighter 的圖示，或者是直接按一下 Alt X， 讓它進入這個ROM Highlighter 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下面呢，我們就可以再來選取我要複製的內容。好，假設這一段是我們要複製的內容，那選取好以後呢，直接按下 Ctrl X， 你可以看到它就有變成黃色的底線，背景会變成黃色，表示說這個內容呢已經被我們放到我們的系統簡介簿裡面來了。然後接着我們再看看我們的第二段。假如我們第二段呢是這一段呢，我們想把它摘錄到我們的筆記裡面，那一樣是先選取好，再直接按 Ctrl X。那我們在這個網頁就可以重複這個內容，直接把我們需要的這一些文字的內容呢，全部通通標示起來，再按 Ctrl X 把它給複製到系統簡介簿裡面。那這樣子這個動作都做完了以後，假設我們這個網頁的內容都已經截取好了，我們就可以回到 Obsidian 裡面，直接點擊這個New Note， 建立一個新的筆記，然後呢，直接把我們剛剛的內容呢，整個先貼入，按 Ctrl V。你可以看到這個 ROM Highlighter 方便的地方就是它開頭這邊呢，就是我們的標題，就是我們剛剛那個網頁的標題。那右邊呢，當然就是它的網址，我們就不用手動自己人工再去做很多的 Ctrl C 去做複製。然後下面的這些內容其實就是剛剛我們標示好的那3段文字，整個就都幫我們複製下來了。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繼續來改我們這個筆記。假設我這個筆記的名稱要把它叫做 Zettelkasten。好，然後我們的筆記的我們要給它一個標題，比如說用標題1，把它叫做比如说什麼是 Zettelkasten。好，假如這就是我們的標題1了。然後接着我們發現，從我們的收集到的資料裡面會發現了一個關鍵字，就是它的發明人。因此我們希望把它的發明人呢，把它給獨立到一個新的筆記裡面。因此我們這邊就寫下發明人，也就是這個尼古拉斯·盧曼。好，我們把它複製過來。然後我們希望它變成是一個我們的內部連結，因此我們會把它加上中括號，然後這個內容會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放到我們這個新的筆記裡面。因此我們這整段呢，把它選取起來，然後按下剪下。好，把它複製到用剪下的方法複製到系統簡介簿。然後接着呢，我們就是我們在這邊可以按 Ctrl 跟 Click 看一下預覽的網頁，右邊就是預覽的網頁。然後呢，我們在我們這個發明人這個連結裡面按下 Ctrl 跟 Click， 會建立一個新的筆記。那在這個新的筆記呢，我們剛剛貼到系統簡介簿裡面內容呢，就可以把它給複製出來了。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有關於這個發明人他的第一個說明。然後我們希望把他的照片能夠放到我們的筆記裡面來，因此我們來到他的这個連結裡面來看。他這邊只有畫像。假設我們要照片的話，我們可以到別的 Google 這邊找到的其他的連結去找看看有沒有他的照片。那在這邊呢，有找到他另外一個照片。那假如說我們要把他的這個盧曼的照片呢，整個複製到我們的筆記裡面。我們不要放圖片的連結的話，那我們就是看到這個圖片以後呢，按右鍵，再點擊這個複製圖片。有了這個複製圖片以後呢，我們系統簡介簿裡面呢，
就已經有這個圖片了哈。然後呢，我們再按 Ctrl V 把它貼到我們的筆記裡面來哈。好，那 Obsidian 呢會自動把我們貼進來的圖片哈命名成 pasty 的 image.png 好，但是這個名稱哈隨着我們筆記越來越多會變得不是很好辨識，因此我們在這個pasty 的 image 這個 PNG 這個檔案這邊的按右鍵，我們可以把它的名稱用 rename 的把它改掉，我們就把它改成是這個發明人的名字，就是這一個。好，我們再重做一次。好，然後再按 Enter， 那它會自動幫我們更新這個連結。那假如說你是第一次操作這個改名稱的動作的時候，它會彈出一個確認的視窗，問你是不是要always update 這個連結。那因為我們常常會做這個改名稱或是變換位置，因此呢，那個 always update 呢，我建議大家就直接點擊它，使用它，讓它可以每一次都總是會幫我們自動更新這個連結。因此我們的筆記如果說引用到某一個圖片，很多個地方都引用到同一個圖片，那你去改了那個圖片的名稱的時候呢，它會自動幫我們做更新，不需要我們人工再去做修改。因此那個 always update 呢，也要記得要去點擊。好，那另外我們在這邊還可以再操作一個動作，就是因為这個圖片呢，到時候我們不希望它跟我們的筆記呢混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那這個資料夾其實就是我們的實體資料夾會跟它是對應的，因為我們現在是放在 zip-test 裡面，然後我們建了一個 Vault 這個保管箱嘛，那其實就是在這個地方，所以你會看到有一個 PNG 的檔案，然後目前呢有2個我們的筆記，那它的副檔名都是.md。那我們希望這個.png 是獨立到另外一個子目錄去，因此我們在這個 Obsidian 裡面就可以用這個 New Folder 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那假設我們這個資料夾把它叫做 Images， 就是圖片，我們要放所有的圖片都把它通通集中到 Images 這一個資料夾裡面來，然後我們就可以點擊這個剛剛做出來這個 PNG 檔呢，然後直接把它拖拉到這個 Images 這個資料夾裡面。那它一樣你看右上角，它自动會幫我們直接做更新。因此我們再把這個視窗筆記切換回尼古拉盧曼的這個筆記的時候，你會看到它這個照片還是連結的很正常。那這個名稱就已經都改掉了，就是尼古拉斯盧曼.png， 而不是 pasty 的 image.png 了。所以它的這邊就做了2個動作，就是 Ctrl V 可以把圖片加進來，然後用 rename 呢，它會自動幫我們 update 所有筆記裡面的這個圖片的連結，然後也可以把我們的圖片放到一個特定的資料夾裡面。那假設說你已經有一個資料夾了，那你希望它將來所有的圖片通通放到這邊，或是附件都要放到這個新的資料夾，你可以在點擊了這個目錄以後按右鍵，它這邊會有一個 Set as Attachment Folder。那將來新的附件包括這個圖片呢，就通通會複製到這個 Images 這個資料夾裡面來。所以這邊還可以去設定某個資料夾是附件的資料夾。後面這個筆記的這個截取的內容就是根據我們的研讀的結果呢，你可以持續再來更新你的這個內容。就是說我們可能透過了這個搜尋以後呢，發現它有別的工具可以使用，那我們可能就可以把它記錄到我們的筆記裡面來。比如說好，我們這邊可能可以加上tools，那可能就会有ROM Research 跟 Obsidian 等等。那這個 ROM Research 呢，我們希望它能夠獨立到一個新的筆記裡面，因此我們就可以加上2個中括號。那這個 Obsidian 呢，我們一樣希望能夠有新的網頁來儲存它，然後有了以後呢 ，Control Click， 那我們就會在這個 ROM Research 這個網頁裡面呢，加上一個標題。好，然後我們就是可以直接來做搜尋。
好，找 Roam Research。好，找到以後呢，我們就可以再來做這一些截取的動作了哈。好，好，假設要這一段，好，標示好，這個 Roam Research Highlighter 記得把它打開，好了以後呢 ，Ctrl X， 好，然後再回來這邊呢 ，Ctrl V 把它貼進來，然後就是陸續用這樣的方法就可以逐次把我們需要的內容給組起來哈。那後面的動作我就用快速的方法來把它完成。好，那最後呢，這個就是我形成了最後的我的整個研讀的筆記的演練的結果哈，就是我從 Zettelkasten 開始呢，然後呢，把它的定義，然後還有我所有閱讀過的連結，通通每個連結呢，它都有一個獨立的筆記哈。那在這個個別的筆記裡面呢，我就會把它的重點呢都寫在我的這個連結出去的這個筆記裡面哦。那這樣子，隨着我閱讀的內容越來越多，整個體系就會越來越完整。好，然後所以我就會有了。Zettelkasten 以外呢，又會有連接到 Roam Research 的內容。那 Roam Research 當然也有一些研讀的一些連接的內容啊。然後再來就是 Obsidian 呢，我可能也會有一些其他的研讀的內容。那這些研讀的內容呢，我們就可以透過雙向連接呢，把所有的內容呢全部通通都連接在一起。然後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Graph View 呢來看一下哈。好，我們點擊它，然後往右拉，就可以把它拖動了哈。然後呢，上下滑鼠的滾輪的捲動就可以放大縮小啊。然後在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說，我們所有目前建立好這些筆記，它中間呢就已經建立好內部的一些連結了哈。那有了這樣子的連結以後呢，我們事實上對了解某一種知識呢，就可以很快的掌握它的重點。好，那今天我們就是介紹了最簡單的建立筆記的方法。那希望對大家在使用 Obsidian 來建立你的知識體系的整個筆記的建立過程呢，能夠有所幫助。好，謝謝各位。